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8季前情提要。在大金链子、小金面人不经意的帮助下，闪电侠和中城警局正式合作。4年前，能够借助自身发热而控制火焰的转化人热度，被艾瑞斯给撞进了铁山监狱。时隔已久，他出来重新做人，却不幸背上了杀人的罪名。酒吧里，最后值班的唐娜完工溜溜，斯坦打扫完卫生也能结束这一天的搬砖。只是女人刚走不久，斯坦就被凳子莫名灼伤。他知道有人在为了钱报复自己，只是没想到对方下手狠辣，活生生将他烧成了干炭。白瑞一大早就接到了案子，告别赖瑞斯后直接赶往现场。受害者死相难看，尸体烧焦却没有烧烂，周围没有任何被点燃过的痕迹，而且酒吧内的暗物质指数超高，明显是转化人行凶所致。对方绝对不是常规的火焰能力。唐娜是最后一个接触过死者的人，只不过他本人当时并不在场。但昨天早些时候，斯坦和一个刚出监狱的哥们儿发生过口角争执，对方一身摇滚的打扮，体型壮硕，还放下狠话说放学别走啊。白瑞马上联想到了4年前的热度，其真名为贾克，拿出照片给唐娜指认了一番，果真就是他。不过对此白瑞还是没有完全确定，贾克的能力做不到现场不留痕迹。要说这贾克出狱后当真是洗心革面呢，虽然只能当个小保安，但起码照的是正道的光。但他这个儿子哈罗德就很叛逆，父亲早年入狱，母亲素未谋面，导致男孩十分厌恶，十分瞧不起自己这个有前科的父亲。贾克能够踏踏实实做人，全是因为儿子，可哈罗德只知道骂他废物，没事带个 AirPods 早晚中耳炎呢。警局的逮捕令下得太快，没一会儿贾克就被警方包围了。眼看儿子也被包围，护犊心切的贾克点燃了火焰。为了哈罗德，他可以玉石俱焚。闪电侠来得也快，手铐推搡一气呵成，冷水直接扑灭了贾克。被带走前，男人不停地表达着无辜，眼神里充满了恳求和对儿子的不舍，甚至上了警车后还在哀求闪电侠帮帮自己。这一幕幕，白瑞看得出神儿。当年父亲含冤入狱时和贾克的眼神一模一样。警局都准备按罪定刑，送贾克回去吃牢饭了。毕竟他有前科，还是控火的能力，又跟死者起过冲突，这种人注定是得不到第2次宽恕的。可拜瑞却认为贾克是无辜的，他也说不出个原因来。总之就是直觉，只能以证据不确凿为由拖延了一下。拜瑞所做的一切，全都是因为贾克被带走前的眼神。他想让塞西尔审一下对方，或许能够利用读心术得到些真相，但塞西尔并不打算用读心术。监视别人的想法是很没道德的。可能有些兄弟决定塞西尔以前老干这事儿，我理解的是他掌握能力之后便不再去窥探别人的想法，不过去跟嫌疑人见上一面，查查线索这种要求，塞西尔是肯定会答应的。审讯室里，贾克被问到了过去，他才坦白了自己是为了弥补儿子，这才努力改造提前出狱。儿子的不理解他完全理解，他正准备用自己的理解去让儿子理解，也说出了跟死者起冲突的原因。他砸锅卖铁想给儿子弄一张演出的票，结果斯坦这人坐地起价不讲规矩，贾克这才跟他闹了番口角，还留下了放学别走这种话。不过他的确遵循了放学别走的规矩，那就是威胁一句，没有后续。唯一可惜的是没人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拜瑞的眉头都挤出31听了，可以说贾克被定罪是必然的了。公民报里，小老板艾瑞斯给阿莱格纳一个任务，去撰写一篇关于女网红的文章。只能说现实的一笔啊！曾经口口声声要为人民而 talk 的艾瑞斯，现在为了势头和关注度，选择给网络大 V 写报道带热度，既宣传了对方，又给报社打了广告，而且还给阿莱格纳安排了一个不对付的女下属，可以说是人间真实了。阿莱格纳跟吃了屎一样，想以套话套，但 talk 力的拥有者艾瑞斯不给他这个机会啊！阿莱格纳只能忍着屎意，跟这个不对付的臭屁同事一起工作。网红大 V 采访到一半，阿莱格纳就瞅见了一个熟面孔，走上前一看，竟是当年的狱友啊！那都是年少轻狂不堪回首的往事，多年再见，两人差距颇大。问题少女阿莱格纳成了报社的小主管，有了正经的工作，而这个女孩四处碰壁，只能干一干打扫卫生的工作，心中难免会不平衡，再通过面对面说话而放大成了嫉妒。阿莱格纳早就成长，阴阳怪气的话他并不会放在心上，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发脾气，反而以德服人，想写一篇关于女孩的报道，这样或许能够帮助他开启新的人生。对于阿莱格纳来说，那些事儿就跟回忆录一样，信手拈来的干活。于是乎他说干就干，无视了女同事专注码字儿。终于到了给小老板审核的时间了，小老板看完之后直呼不错不错，简直是行云流水，妙笔生花呀！但是这也不是小老板想要的，他要的是网红大 V 那些关于女性话题的文章。不过毕竟是一起创办报社的姐妹，艾瑞斯同意这次发布阿莱格纳的文章，但下次一定得按照规矩办事。
阿莱格纳想跟女同事聊聊，至少关系别搞得那么宫斗。你当你是嬛嬛呢？同事表示，就不，您可是小老板，怎么还跟小老板那捅我一刀呢？别拿敦厚的那套挤兑我，姐以后要整死你。CW 衍生剧《阴阳侠》正在筹备当中啊。警局这边出了问题，贾科在被押送的途中逃走了。这一下，做贼心虚更是把罪名给背实了。他找上了唐娜，想弄明白对方为何污蔑自己，根本不是现场目击者，却在瞎指认，害得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。女人当场就怂了，她的口供本来就是没有确凿证据，只是自己怀疑是贾科动的手。见他这副我可能说错了，但你得饶了我的模样，贾科怒得蒸汽外露。白瑞在实验室借助卫星寻找贾科的踪迹，即使对方有畏罪潜逃的嫌疑，他仍然觉得贾科是无辜的。他的想法和众人截然相反，一切证据都对贾科不利，况且半路逃跑更能证明他不是好人。毕竟正常人的逻辑来看，身正不怕影子歪啊。白瑞倒是能理解一二，因为有时候公平公正就不是给普通人设计的。这世界上冤屈的人太多了，司法系统也并没有听他们解释。白瑞这话倒是让众人退了一步，很快就接到警报，赶到现场时只剩下一具干探尸体，甚至连冰霜都难以将其彻底冷却。通过一些穿戴特征，白瑞判断出死者是唐娜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他还在想办法为贾科开脱。最可疑的地方就是两次案件的死法完全相同，分析出来的热信号数值几乎完全一致，没有哪个控火的转化人能保证每次的烧痕都不变。不过白瑞的想法又被否了，现在死了第二个人，贾科只会越来越失控。白瑞还在想办法，只要没有直接证据表明贾科所做的事儿，那他就一定存在着无辜的可能性。白瑞这种反常的善心让塞西尔很奇怪，不禁质疑他有些欠缺考虑。这话让白瑞大失所望，失望的不是大家质疑自己，而是大家就这么放弃了一个无辜的人，就像当初自己的父亲被世人放弃一样。闻言，所有人脸色一变，这才明白白瑞为何执着于给贾科一个清白。只不过伤人的话已经说出来了，嘴巴子加甜枣的事成年人是不受用的。白瑞重新把白板翻了过来，最后一次这么做还是为了还父亲公道。乔走了过来，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质疑白瑞，而是明白孩子的想法。今天是亨利的生日，是白瑞小时候最喜欢过的日子，因为这天父亲会回家吃饭。亨利作为一名医者，也经常为了救人而割了白瑞。乔从小看着白瑞长大，又是亨利最信任的兄弟，他总会成为爷俩的和事佬。只是最后一次陪父亲过生日逆闪出现了，从此这个家庭彻底发生了改变。贾科被捕时的眼神和父亲当年一模一样，那是一个无辜者挂念孩子的眼神，所以白瑞一定要让贾科洗脱冤屈，不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重演。作为他的另一个父亲，乔始终认为白瑞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，一个悲惨身世的孩子还愿意去帮助弱者，这种良心是难能可贵的。没一会儿，白瑞接到了切斯特的电话，他对比了一下热信号数值，发现死者并不是被烧死的，而是因为相对低温下的核聚变被冻死的。这种东西也叫做冷聚变，与贾科的火属性截然相反。男人的确是无辜的。这时警方在为哈罗德寻找新的家庭，却在半路被贾科拦截了。为了不让儿子彻底离开自己，贾科变得异常暴躁，点燃全身火焰，想要劝退众人。他的热能很快被卫星捕捉到了，结合同一地点社区服务车，白瑞知道贾科是去找儿子，他必须尽快赶过去阻止贾科犯傻，并把手里的线索递交给警方，洗清他的冤屈。思考只在一瞬间，白瑞带着冰霜赶到了现场，一手经典的乌拉乌拉龙卷风，灭火这方面从来不掉链子呀。白瑞直接把结果告知了所有人，证明了贾科的无辜，安抚了他的心情，也让警方那边放弃了抓捕。只是谁没有想到，中城开始剧烈地震，地壳内的火山岩浆如泄了阀的水龙头，以贾科为中心爆发了出来。因为他频繁动怒，激活了能力，导致地核吸收了巨大热量，现在已经到了喷发的边缘，留给闪电侠的时间不多了。冰霜的寒气也只能是解燃眉之急，真正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还得是贾科出口。男人渴望弥补过错的心十分真诚，他愿意听闪电侠调遣来将功补过，不能让儿子和无辜的市民因自己而死。白瑞心生一计，他抽出遁地，如同土地佬一般向下遁去，共振到100米距离后，打穿了一个直通车，用地下水浇灭了岩浆，但热交换的传导仍然存在。贾科则是趁机出口吸掉了所有热量，成功配合闪电侠解决了这场危机。第一次尝试救人的贾科还有点激动呢。父亲的伟岸身影一下子就笼罩了哈罗德，他一把抱住了贾科，不再小瞧这个有前科的父亲。这一幕的相拥和白瑞为父亲洗脱冤屈时一模一样，他也真心为这对父子开心。送佛送到西啊，白瑞和塞西尔还为他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，大恩不言谢。贾科立誓需要自己时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
但真正的杀人犯还在逍遥法外。切斯特把已知的冰火系罪犯排查了一遍，没有一个符合凶手的特征。白瑞想起了乔的一句话，找不出凶手是谁的时候，就去查查被害者，他们肯定是遗漏了什么，有可能这俩死者只是冰山一角。深夜，一家人坐在一起，喝着最普通的啤酒，这也是亨利生前最喜欢的啤酒，因为当年的乔也实在买不起啥好酒来。哥俩就一直喝着啤酒，聊着大天，勾起了过去的回忆。乔喋喋不休地聊着亨利，他们真的干过不少的傻事儿。听到大家都记着父亲美好的一面，白瑞也难掩笑容。他只记得一些生活小事，例如父亲从来不会限制自己吃什么，又或者是往复一日地讲着同一个睡前故事。这些事情虽然很小很平凡，但却都是满满的父爱。今晚他们向天举杯，祝亨利生日快乐。其实写到这里我感触很深，不怕各位笑话。看原片的时候甚至是几度落泪。我父亲最近重病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这一集的主题让我很共情，可现实生活中没有神速力，我也没有办法创造一个属于我的闪点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家庭团圆的时候多去陪伴，尽可能的不让未来的自己后悔。视频也就不给大家传播这种影响心情的话了。祝全天下的父母都身体健康，祝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团圆。